兄弟们、姐妹们，今天有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啊？看清楚没有啊？换上了白色的新衣服啊！为什么要换新衣服呢？因为今天给大家讲个新的知识，什么知识呢？腌制。你们在做菜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困惑？就是老是分不清哪些食材要腌制，哪些食材不要腌制。首先你要明白腌制的作用到底是什么。其实在我看来呢，无非的话就8个字哈。第一呢就是去腥，第二呢就是入味，第三呢就是把这个食材变嫩，第四呢就是储存。如果你能把这个8个字能掌握好，其实你做菜的话基本上就可以游刃有余了。第一个来给大家聊一下这个去腥。你发现没有，在生活中，其实我们在菜市场去买菜的时候，不管你买的什么猪、牛、羊、鱼这些鸭、鸡、鹅这些都会，只要是肉类东西，它都会有腥味。在中餐里面，我们是怎么处理的？基本上会用到4件套。到底是哪4件套呢？第一个呢，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葱。葱的话有大葱和香葱，只要2个，你取其一基本上就可以了。接下来就是这个姜，这个姜呢叫小黄姜，还有一些肉姜啊、沙姜，其实只要你加姜都可以啊。第3个呢，就是一些酒类的东西，不管是料酒还是花雕酒，甚至一些米酒、白酒，根据不同食材，我们需要加不同的酒去给它去腥。像什么大肠啊，一些肝脏比较这种味道比较浓的东西呢，我们就要用白酒。第4个呢，就需要用白胡椒去给它腌制。终究呢，就是这几个东西加进去之后啊，可以让这个食材更好的去，压制它的一种腥味，这样你做出来更好吃一些。尤其是如果你在市场上买的不新鲜的食材，一定要腌制哈。如果你新鲜的食材还可以缓一下，不用腌制，但是如果你不新鲜的话，就一定要腌制哦。那么就中餐我给大家说的，我们加的是这4样，但是西餐你加什么？欧芹啊、芹菜啊、百里香啊、黑胡椒啊这些去腌制它。他们同样也会用到这个酒类，会用什么？比如白葡萄酒啊或者红酒这样去腌制，其实都是一个作用，让这个食材呢，给它一种腌制的味道。这样的话，你的食材出来没那么的腥。大家肯定会好奇，为什么中餐用白胡椒居多一些，然后西餐用的黑胡椒也居多一些？其实我告诉大家，这2种植物它就是一种植物，只是说它的采摘时间不同而已。黑胡椒呢，它采摘更早一些，你会发现它表面是有一种带壳的，有点像花椒一样。但是白胡椒呢，因为它就是里面的籽，所以说呢，区别在这里。黑胡椒呢比较适合短时间的烹饪，白胡椒适合长时间的烹饪。因为在西餐里面呢，它先讲究营养，后讲究味道。中餐呢，我们是先讲究味道，后讲究营养。所以说，中餐的话，它用白胡椒更多一些，西餐用黑胡椒更多一些。腌制的第2个作用是为了入味，就是让食材它有层底味。给大家举个例子，就好像你在炸这种鸡腿的时候，如果你的鸡腿只是说表面的那个富有味道，但里面的鸡腿没有味道的话，吃出来是不好吃的。甚至有时候你到野外去露营的时候，比如我今天3、5个朋友聚在一起，想烤个什么火鸡啊，烤一整只羊啊，像这种体积大的这种食材，你更加要提前腌制，甚至提前个3个小时到4个小时去腌制它，这样你烤出来的东西才有味道。腌制的第3个目的是为了锁住水分。像生活中我们炒菜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因为锅里的温度比较高，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肉没有腌制的话，你直接下锅的话，它肉的话可能快速的把这个水分逼出来，你的肉吃起来就比较的柴。但是如果我们通过腌制的方法，比如说给它加一层蛋清，加一层这种淀粉在里面的话，一加热的话，它在表面形成保护层，这样的话就更好的锁住肉的水分，所以说你的肉吃起来就比较的滑嫩。腌制的第4个作用就是为了储存，像我们身边非常常见的一些香肠啊、腊肉啊，它都要加盐，盐的话就可以去防腐，甚至是泡辣椒、豆瓣酱，或者说北方的一些地窖里面那个白菜，其实都是通过这个原理让它去保持长时间的储存。这个腌制的原理呢，相信大家都能听得明白，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呢？你是不是感觉到好像还是不太会一样，是吧？因为我今天主要讲这个中餐的腌制，如果你想看西餐腌制呢，你就只能找西餐大厨教你了。在中餐里面腌制就是很常见的就2种，一种是什么呢？加这种姜葱水的腌制和一种不加姜葱水的腌制。首先我们聊一下这个不加姜葱水的腌制，比如我现在拿这个鸡腿来举例哈，因为鸡腿的话它的肉是比较紧实的，它是打不进去水的，是这样腌制的。好，这步我们开始腌一下这个鸡腿，这个盐不要放太多，给点胡椒，稍微给点料酒，接着放入姜葱。好，我们稍微给1小勺老抽，1小勺的这个生粉。好，直接用手给它搅拌均匀，一定要把这个姜葱啊，给它抓出这个味道来，它才会有点去腥。其实就是鸡腿做个简单的腌制，加点姜葱、料酒，然后上点粉，给点这个老抽的颜色。最后我们再淋点这个油，这边油给它均匀一下。好，放在冷藏冰箱，放个15分钟。第2种呢是加了这种姜葱水的腌制的方法，除了让这个食材有底味之后呢，还可以把这个水啊注入到食材里面，让食材更加的嫩。我现在用这个肉丝来给大家做个演示。
给点底味，一点盐，一点那个料酒。好，白胡椒粉是必不可少的。先给它揉一下哈，一定先把这个盐味给它揉到里面，我们再来加其他的料啊。上点颜色，给点老抽，不然的话这个肉是炒出来比较白瓦的啊。搅拌均匀过后呢，我们分3次加入这个姜葱水。加水有2个目的：一呢可以增加这个肉的嫩；第二呢，加这个姜葱水它确实可以去腥的。好，第3次我们加入这个水。把这个水加到肉里面之后呢，我们给点这个生粉啊，滑肉的时候可以形成保护层，可以减少它水分的流失。弄点油给它淋面一下，封面一下，有一个作用是什么？你待会儿下锅的时候啊，肉丝它不会成坨啊，这个肉丝就腌好了。那大家还会遇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在家里面或者你炒菜的时候，发现你腌的东西为什么会出水？你想过没有什么原因？其实就是你下料的先后顺序，不一样。所以说这个生粉很重要，你不要一股脑的把什么盐啊、生粉啊、生抽啊、胡椒粉、料酒全部加一起去揉，去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你下锅的话它很容易出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，生粉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最后一件外套，最后一件外你不能先穿外套再穿里面的衣服，这样的话你的东西是穿不进去的，所以说你的水就会溢出来。先要加这些料，最后再加生粉把它锁住，一加热，生粉在表面形成保护层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锁住你的水分。我最后再啰嗦一下，如果你在做生煸系列的菜的时候呢，这种时候呢，我们腌制的话是很少放生粉的。生煸系列的菜是因为我们锅里要放很少的油，这样去食材去煸的时候，把食材内部的油和这个水分给它煸出来，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。如果你一开始就直接把这粉给它腌好，直接下锅一煸的话，咵全部粘在锅上，这是不行的。好了，这些关于腌制知识呢，就给大家分享在这里，大家有没有听懂，或者说这些手法大家有没有记住？在中餐里面，腌制是很重要一个环节。如果你腌制不好的话，你炒菜是很容易翻车的哦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，你雕的吗？偶像。